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莉莉厨房，我是莉莉。我将糯米粉从不包汤圆，教你从没吃过的做法，无油无糖，软糯香甜又多层，比汤圆还要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块老南瓜，大约有200克左右。用刀把南瓜皮去掉，因为这个南瓜皮很硬，非常影响口感。去皮后再把南瓜对半切开，再给它1分为4，再取一小块南瓜，用刀把中间的瓤和籽去掉。去籽去瓤后，再把南瓜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些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分钟。趁这个时间准备10克红枣，再放入10克葡萄干，淋少许清水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再加1勺食盐，加1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个红枣和葡萄干都能裹上一层小苏打。用红枣和葡萄干表面都有一层褶皱，里面是藏温纳垢的好地方，只用清水洗很难清洗干净。这里加小苏打呢，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，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把红枣和葡萄干褶皱里面的杂质和灰尘彻底的清洗干净。抓拌至水变得特别浑浊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好好的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小苏打清洗干净。清洗遍之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在案板上，再取出一把厨房剪刀，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全部剪好后，再和葡萄干一起剁碎，尽量多剁一会儿，剁得越碎越好，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，再把它放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南瓜也蒸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注意根筷子下去，能够很轻松就能戳穿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倒入绞肉机中，再加入1勺炼乳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加入200毫升纯牛奶，盖上盖子，给它搅打成南瓜泥，尽量多搅一会儿，搅得越细腻越好。搅好后放入大碗中，像这样细腻的南瓜泥就可以。再把红枣和葡萄干放进来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搅匀后再加入200克糯米粉，糯米粉呢最好选用水磨糯米粉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哪里有干糯米粉就往哪里搅拌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，最后搅拌成这样粘稠状就可以。这时候的面糊是没有干粉颗粒的，然后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30分钟。接着再准备100克黄豆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把烂掉或者是有虫眼的豆子挑出来不要了，因为这样的豆子吃到嘴里会发苦，非常影响口感。全部挑选好以后，再倒入上的清水，把黄豆清洗一下，洗去表面的灰尘，简单的抓洗几遍就可以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。起锅烧热，不用放油，把黄豆放入锅中，刚开始的时候开大火翻炒，把黄豆的水分炒干。黄豆的水分炒干以后，转小火慢慢的翻炒，炒的过程中要不停的翻动，防止炒糊了。翻炒至黄豆微微变色，并且能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倒入料理机中，再盖上盖子，给它搅打成黄豆粉，尽量多搅一会儿，搅得越细腻越好。搅好后准备一个这样的漏勺，把黄豆粉倒漏勺中，用漏勺过筛一下，这样会更加的细腻。过筛好的黄豆粉是非常细腻的，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糯米面团已蒸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把保鲜膜揭开，用筷子按压一下，完全凝固定型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如果喜欢吃黄油的，可以再放上1块黄油。
家里没有黄油的不放也没关系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这样散热更快。搅匀后，再把它倒扣放到案板上。晾制不烫手的时候，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下手揉匀，尽量多揉一会儿。然后在面板上撒一些黄豆粉，再把糯米面团放到黄豆粉上，在糯米面团上再撒上一些黄豆粉，用手轻轻按扁。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薄擀大，给它擀成一个薄一点的长方形面片，也不用擀得太薄了，厚度约 0.5 厘米左右，就擀成这样厚度的一个长方形面片就可以。再选择一边给它卷起来，卷的时候尽量卷得紧实一些，卷好后收尾处压到底部，再给它搓一搓，给它搓得紧实一些，搓好后再从中间切断，然后再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，每宽约3到4厘米左右，尽量切得均匀一些。切好后再给它稍微整理一下，像这样一个糯米卷就做好了。接着准备一个这样的盒子，在底部撒上一些黄豆粉，防止粘连。把做好的糯米卷放到保鲜盒里。如果喜欢吃凉一点的，可以放冰箱冷藏1-2个小时，这样口感会更佳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糯米千层卷就做好了，它的颜色那叫一个诱人，摆在眼前都能感受到特别有食欲，光看着心情就变好了呢。咬上一口，哇塞，口感绝了呀，软糯香甜的感觉瞬间在嘴里散开。糯米粉的软糯和南瓜的清甜完美融合，再加上红枣的香甜浓郁以及葡萄干的酸甜可口，每一味都相得益彰，即使不加糖都吃着甜甜的。这种甜呢还不会觉得发腻，而且它每一层都裹满了黄豆粉，这黄豆粉又给整体增添了一抹醇厚的豆香，让口感更加丰富有层次，一层又一层，越嚼越香，根本停不下来。这样好吃又好看的糯米千层卷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！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哦，保证你吃一口就会爱上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